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玩密室逃脱。那你也看到视频标题了，没错，我玩密室又遇到了奇葩队友。哎，你先别说什么，怎么就我天天遇到奇葩队友，自己怎么没遇到？是不是我的问题这样？我差不多玩10多个密室主题才会遇到1、2个奇葩队友，所以并不是我遇得多，而是我玩得多。OK， 拿好你们的小零食，因为今天我要分享一个我在密室遇到装逼犯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过年那会儿，好像是初5还是初6这样，因为是过年嘛，大家都有空，其中也包括我一个打了好久工想回来玩密室的朋友。我之前带他玩过那么2、3场密室，而这次我想带着他玩一个有身份并且可以改变结局的那种密室主题。那个主题是刚出不久的一个沉浸式主题，没有对讲机，全程靠 NPC 推动剧情，非常的有意思啊。不过没有给我广告费，我就不说是哪个密室，反正我想着尽量包场，这样就可以不用拼野人了。为了包场啊，我叫上了表姐表弟，甚至我那表姐上初3的侄子都叫上了。结果发现无论你几个人都不能包场，除非你叫8个人直接挤满了。那没办法，人不够又想玩这个主题怎么办？祈祷呗，祈祷没人会再加进来，也祈祷加进来的人不是个大奇葩。订完的后几天都没人加进来，我很开心，觉得不会有人加进来了。结果在要玩的前一天进来了3个人。但我还是没有想那么多，觉得挺正常的，因为是个很火的主题，我还是提前1周订的，差点就抢不到了。当天就剩下中午12点半和晚上12点半的了，所以就算拼满人也是很正常的，只怕这3个人是奇葩。隔天我们提早1小时到店，搁那打斗地主，打到了1点，想着这3个人迟到了半个小时是不是不来了，还想着到时候我们自己人进去了，野人最好就不用来了。然后我们就等到了1点半，店家想着迟到了这么久可能不来了，发身份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男的带着2个女的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我是说真的大摇大摆，而那个男的就是标题说的装逼犯了。他一坐下呢，就整个人在抖，不知道为什么，大伙抖脚都是1只脚在那抖，对吧？他比较牛，他2只脚一起抖，然后双手插兜，长得又矮又肥，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活脱脱的就一个熊猫人。哟，你们是第一次玩密室吗？玩过打赢了主题不？玩过同龄人不？上来就是一阵疯狂拷打，还不等我们回答，他马上就自问自答的说：“我玩过。”由于迟到了嘛，所以工作人员并没有给他那么多说废话的时间，直接上来发身份和讲注意事项了。那讲的过程中，他也是今年有话插话。到这里，我不祥的预感已经喷涌而出，只希望他进了密室会正常点吧。然后就发生了一件我和工作人员都想不到的事情。进密室除了工作人员允许以外，基本都要把能发光发亮的物品放进储藏柜里，对吧？其中当然也包括手机在内了。然而大伙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反而不放，问工作人员：“哎，我手机可不可以不放进去啊？”当场所有人，包括他带的那2个女的，都是满脸问号。然后他说：“我不会在玩的过程中拿出手机，也会完全静音，不会拿出手机的。既然你不会拿出来，也全程静音，那你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带手机进去呢？”但是我真的不会拿出手机的，也会全程静音的。就这样，他和工作人员争论了起来。那我肯定是看不下去了，我就问：“那你拿手机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有可能工作上会有事找他，手机不在身边的话，可能会错过什么业务。”那说到底还是会在密室里面掏出手机玩呗。你要说真的有什么分分钟几千几万的业务，手机不能离身，你前一天还拼啥密室逃脱，就直接去广场随便逛逛街呗。现在跳出来不知道在装什么商业精英。那他看到大伙都盯着他，可能不好意思了吧，就说行行行，不情不愿的放了手机。就这样，大伙排着队进入了密室。由于这个密室主题本身是真的非常好玩，我这边会尽量不剧透的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免得到时候你们玩到这个主题，然后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了。那这个主题故事是发生在中世纪，密室非常贴心的安排，里面的 NPC 讲出来的话都是一股翻译腔，就是那种哦，我的老天爷，比尔叔叔知道我干了这种蠢事，一定会拿靴子狠狠抽我的屁股的。这种翻译腔，那这装逼犯肯定是不能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吧？他抽到的身份叫 Billy， 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一所古宅的小少爷。所以每当他遇到一个 NPC， 他都会大喊：“哦，我的老天爷，我叫 Billy！ 哦，我的老天呐，我叫 Billy！” 跟个神奇宝贝一样，只会喊出自己的名字，对故事剧情毫无帮助，以至于一个 NPC 在那解释了半天背景故事，大伙都在互动。比如说我抽到的身份是个记者，他问我不会把他的宅子报道成凶宅吧？我说当然不会，我是那种实事论事的记者，绝不是那种乱编新闻博人眼球的记者。然后他转过头问那个 Billy：“ 小少爷，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哦，我的老天，我叫 Billy， 我的老天爷！就像这样，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很牛吧，在各种调戏 NPC 是个玩梗达人。不过在大伙看来就非常的尬，他带了2个妹子也是全程害怕，明明没啥恐怖的，但是还是时不时会叫一声，或是时不时的做出很大反应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开个柜子，他们就会唰的一下跳起来，或者是解谜解完了门开了，他们也会唰的一下撞到墙角。这导致单独任务基本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甚至玩一半的时候，其中一个女的开始抱怨为什么单独任务一定要一个人去做，我都说不想一个人了，为什么还是要我一个人去，烦死了。然后那个装逼犯就会安慰道：“哦，我的老天呐，我是 Billy！” 开玩笑的，他根本不管那2个女生，除了没事搂搂抱抱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自己叫 Billy， 以至于我就开始觉得那是个暗号啥的。
不过他们不喜欢做单独任务也好，把任务让出来，我们大伙吃完所有游戏体验舒服多了。好，重点来了，这个主题有2个 NPC 在设定上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个是假冒的，我们必须通过解谜啊和 NPC 互动啊，观察各种细节找到假冒的。后面出现个桥段，真的那个拿着菜刀要砍假冒的，而假冒在那呼救嘛。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想等着抽到重要人物的人发声指出哪个真哪个假，但真的那个 NPC 一直喊比利快救我，你说你会救我的，喊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啊。然后装逼犯比利就指挥大伙把真的拉开关进监狱里了，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坏结局。我就很不理解，巡视你不是知道谁是真谁是假的吗？怎么还能指错呢？那达成坏结局了吧 ？NPC 就开始演绎的过程中，那装逼犯就一直在说我们选错了，我们选错了，这不是废话吗？我头都给人家连到咔叽砍下来了，我还不知道选错了。那我当时就反问一句，你不是知道谁真谁假吗？你为什么能选错？他就说随波逐流呗，随便玩玩。当时我看我表弟眼神也不对劲，事后才知道我表弟抽到的身份是个坏人，也知道谁真谁假，不过他引导的不咋地，没让大伙完全相信哪个真哪个假，以为结局要输了，结果那装逼犯选错的时候他自己都傻了，躺着也能赢。当然也不算是赢了，实际上坏结局会导致大伙陷入一个轮回，就是都死了嘛，所以灵魂会一直处于来到宅子然后被砍死，再清空记忆回到进宅子之前，这导致了 NPC 演绎完了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进入密室的开头部分。那装逼犯肯定是要赶紧抓住这个机会秀一下自己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叫做《开端》的电视剧，那讲的就是公交车爆炸了，然后主角陷入了一个死亡轮回这样。你猜到了，他就搁那一直说我操，这不是开端吗？我操，开端，我操，跟开端一样。不知道的以为开端给他塞钱了，就连他带的那2个女的也在那里开端，搞得大伙都无语了。知道你看过开端了，不需要一直重复，就 NPC 在那演绎呢，他隔着凑到每个人耳朵旁边喊开端，是开端，我操。然后就结束了。那结束了是不是要复盘嘛？我们就围坐在沙发上听工作人员叙述一遍剧情，我们有什么疑问，工作人员有开卡解难。只不过非常搞笑的一点在于，不是工作人员一个人在跟我们复盘，是2个人在跟我们复盘。你猜对了，那装逼犯也在复盘，大伙都围坐在沙发上，那装逼犯就要和工作人员在一块隔着跟我们解释剧情和人物设定。我寻思你进密室的时候，除了喊自己是比利，就是说这密室是开端，你咋还跟着复盘起来了呢？那他所谓的复盘其实就是马后炮，工作人员说什么他就说对，没错，我早就知道了，就隔在旁边变成了。工作人员说要达成好结局需要干嘛干嘛，说的哟，你这个角色什么时候其实是要做什么事，说的哟，你这个角色实际上是被骗了，你是个好人，说的哟。就这样在旁边摁转，真的特别蠢。最奇葩的是还是他带的那2个女生，复盘的时候他们大吃一惊，原来有2个一模一样的 NPC 吗？我们需要区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呀？就玩了半天都玩不明白，更何况这个主题甚至都没有什么支线任务，这样就只有这一个主线。估摸的这2个人是那种连墨菲特都玩不明白的人，然后他们3个就走了。而这时我问工作人员，比利这个角色是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吗？那如果抽到这个角色的人什么都不会，岂不是玩得很难受？然后工作人员解释说，其实比利啥都不知道，只是那个真的 NPC 有跟比利达成一个交易，就是比利最后会帮自己，只不过这人没帮，还把人整得死不瞑目，搁那事后诸葛亮。那你肯定很好奇，我为什么没站出来说点啥呢？我的身份说真的一点屁用没有，上面就写着我是个记者，然后失忆了，宅子里面有什么秘密我可以去探索一番，说了跟没说一样，就跟白马没区别。而这个装逼犯比利除了跟个神奇宝贝一样喊自己的名字，还无脑给开端打广告以外，就只会找可以坐的地方就立马一屁股坐下来疯狂抖腿，其他时候就是个猪队友。对，这就是我玩密室遇到装逼犯的故事啊！以后如果还有遇到这种奇葩事件，我还会跟大家分享的。那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可以给3连关注，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搞笑的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OK， 大伙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吧？没错，你们最喜欢的奇人其实又来了。这次我是和该女人去广东玩，想着顺路去找以前动画区一起战斗的纳卡玛捋过一下，现在叫捋过一世来着。他正好之前没玩过密室逃脱，听我说老好玩了，想试试，所以吃饭的时候就决定好第2天去玩当地的一个不能说是全国都很火的主题。我看网上大伙都说是什么密室重口天花板、密室追逐天花板，各种天花板，跟着大伙玩准没错。
但实际上错啦，他们的大错特错。所以准备好你的小零食，因为我要开始讲我和鲁过玩纯坐牢逼你2刷密室的故事了。那天我们一共有6个人，我和鲁过还有4个路人，2男2女，人不是奇葩还挺搞笑的。那2个男的直接奔着必过的决心来玩，因为这密室不包通关，而且全国通关率只有10%，说是时间一到，工作人员就来讲规则了。除了密室非常经典的不能殴打辱骂 NPC， 不能暴力拆卸机关啥的，这个密室还有几个特殊的规则。首先里面有2个 NPC， 一个是保安，一个是女鬼。保安发现你的时候要逃跑，原地不动就会被带入小黑屋，必须等队友来救你，或者是你看保安走了自己逃出去。一个是女鬼，遇到必须遮住自己的脸，不然他会用塑料刀划你的脸，全员合起来被划3刀，游戏结束。听着很难，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捂着口鼻看到保安就开跑就行了。进入密室，故事讲的是经典学校有人挂了，脸还被毁容了，我们需要找到真相。这样，那一开始我们的校门口唯一能看到的地方就是保安室，保安室里面有2个地图，一个是可以直接拿走的，一个是需要我们拿板子画下来。这里画不画都行，只是画了你后面对地图有个参考，因为这主题的特点说是全程摸黑。当然这保安室也黑的不行，看不见地图，大概地图的能见度是啥样呢？就这样。完全看不清，只能看到地图上大致的条条框框，没什么意义。那一开始我们被分为2组，5个人在保安室，1个人在学校里面。那1个人要在全程摸黑的情况下跟踪换班的保安拿什么值班表，我们在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总能听到惨叫和电棍声。然后他就拿到排班表了，根据上面的时间打开门锁，大伙就全进学校了。你猜怎么着？真全黑，啥也看不见，好像你蒙着眼睛进陌生人家一样，一点灯光指引没有，到处摸，总算是摸到教室了。经过一段点名的语音播报，每个人跟他喊到，最后叫了女鬼名的时候加个麦，对讲机就响了。所以马上的谜题需要解开，但要解开谜题必须要用到女鬼的什么背包里的书，那背包在厕所需要1个人去拿，如果就被选上了，1个人摸黑就去了。没过多久，对讲机就传来捷报，如果给人家保安逮到小黑屋了，又指派了1个人去厕所继续拿背包。这里我其实觉得很奇怪，怎么一点声响没发出来，鲁国就给抓了呢？难道鲁国真的跑都没跑吗？待在原地不动吗？不至于吧？那另一个人出去慢慢摸黑，真的找到了厕所，拿到书包回来了。鲁国也跟着回来告诉我，他刚刚进厕所，这保安直接堵在厕所门口，一动都不动。他等了很久，人家也不走，所以只能往外面挤挤看。结果这保安就是睡在那里。鲁国转头开跑，直接被抓住手拉进了小黑屋，这也太强行拖时间了吧？而且外面说的什么，等保安走了，可以从小黑屋里面自己偷偷溜出来，根本不可能，门是锁着的。那这个书包拿回来还没看到里面有啥呢，直接女鬼就跑进来，每个人面前尖叫一下就走了。对讲机也叫大伙去美术室上课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那美术室大伙没带笔怎么办？对讲机又响了，这笔呢又在厕所，然后指派了个女生出去找。这女生刚刚出门没几步，对讲机传来捷报，又给人抓小黑屋了。不是什么情况啊？真就强行追让人拖进小黑屋，浪费大伙时间啊！怪不得10%通关率。随后对讲机就要我去厕所拿笔，我出门一看，啥也看不见，就是按摸墙壁往前走，也不知道厕所在什么方向。这地图跟小孩子画的没区别，这次地形比地图要复杂太多了。不过我忘了，后面还真给我绕到厕所里了。拿到笔走回来，路上遇到小黑屋，顺手人给救了。保安这时突然追上来，不过我们也跑进了美术室。这时笔还没从裤裆里面掏出来呢，这对讲机又叫1个人去拿钥匙开寝室的门。那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会这密室连解谜元素都没有，就是你出门拿个东西被追回来换下一个人出去吧？那这还是密室逃脱吗？不就是个鬼屋吗？这种纯出去拿东西回来换下一个人出去的密室，我也是玩过好几个的。但人家至少有演绎部分啊，出去是能看表演的。你这出去别说表演了，勾巴都看不到，唯一能看到还是保安的电棍，完事了被拉小黑屋里坐牢。那这个要去开门的男生是在外面说必通关超级勇的男生，但这时他怂了。他不知道寝室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地图上显示寝室在厕所旁边，所以往厕所方向走没错。那他出去了，这关我们卡了快半个小时，因为他没事就回来问我们到底在哪里。到了厕所没看到寝室，弯弯绕绕总是找不到房间。这里我们开始玩的不耐烦了，因为这出去的人是胆战心惊，我们其他人跟他屁股一坐就不知道要干嘛了，纯坐牢不是？所以后面大家的恐惧感就慢慢被烦躁给代替，大伙开始生气，替外面的人着急，寻思怎么这么久了还是找不到，是不是不敢走？但是这个强制单独任务又没办法2个人出去，只能干看着。这时我想到了个好主意，我就叫他直接把钥匙给我，然后去被保安抓，换我来试试。然后他就被抓，我就出去找那个寝室，真就是那个找不到。这地图设计的有多蠢，你们知道吗？正常来说，如果单独任务是让你找一个房间，那么其他房间都会是关着的，只有那个房间可以打开。但这个密室好多房间都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寝室还并不是你到了位置就会开灯的，所以你就算摸到了寝室的门，你也不知道那是寝室。这样的
地图全黑，你只能摸着墙确认方向。但由于房间都是开着的，你很容易走着走着就进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在那摸，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房间还是走廊，所以地图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好像说你知道要怎么左拐右拐，但是你左拐走进了房间，右拐在房间里面转了一圈，又走出了这个房间，那么你原本的方向就会被全部打乱。再加上你并不是要进入寝室，你是要开他们的寝室门。没错，你要他们的找到一个你压根不知道在哪的门，然后开一个你压根看不到的锁，中间还被保安追女鬼下，这一刷怎么过啊？就是逼你二刷不是？所以我从小黑屋救到人之后，在整个地图弯弯绕了好几圈，在一个房间门口，这原本没亮的灯亮了。那个男的也直呼奇怪，之前在这块转来转去，压根没亮灯啊！当时我就恍然大悟，他喵的，这密室就是在拖时间。那个灯100%是我们人到房间门口就会亮的，他故意等时间差不多了再亮了。而且看到锁，我就更加印证了我的那个想法了，这是个锁孔，不是那种带扣的锁。你不开灯，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有个还没你指甲大的锁孔？那随后大伙就陆续走进了这个房间里，然后对讲机又响了，只不过这次并不是叫我们去干嘛，而是他妈的坏了。直接开始发出那种滋的炸麦声。其实这个对讲机在对话的时候就很不对劲，它会自己开机关机，所以每次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对讲机和我们对话，这逼对讲机就会随机的发出开机3、2、1这种音效，然后我们就会叫那边重新再说一遍，又拖一次时间，而这次直接就坏了。工作人员走过来换了一个新的对讲机就继续玩了。那个时候说实话，大伙都不是很想玩了，就感觉一坨屎这个密室。这时候轮到我出去找什么保安室看监控，我出去弯弯绕绕啥也看不见，摸着墙壁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廊还是在房间里，反正一直在绕了一定时间，灯开了我就找到保安室了。他喵的，之前就到过这个房间，故意不开灯，就是拖，硬拖，10%的通过率就是这么拖出来的估计。那玩到这里，其实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就我刚刚讲的那些流程，花了快2个小时要出去了。这对讲机还跟他说，虽然时间不够了，但是我免费送你们一个环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啦。所以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一个个出去找浴室，把身份卡放里面女鬼就坐在洗手台上敲黑板，放完就结束了。出去一问没通关，还差一个视角游戏和捉迷藏环节没玩，玩完了就通关，纯一坨，坐牢作死了。这故意拖时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想让你二刷。那点流程有一点点灯光或者声音指引，还2个小时，1个小时就出来了。剧情就是一句话，有人被校园霸凌了，完事变女鬼来报仇，我们要找到当年的真相，解谜零解谜，就你出去找东西回来，然后等对讲机说谁出去再找什么，玩的就是一个做大佬加蒙眼进别人家。看我们拖太快了，直接保安强行抓人进小黑屋拖时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人都要跑了，还强行过来抓手的保安，故意堵在必经之路又看不见他，抓到他马上伸手抓我们，后面给他拖到时间不够用了，保安直接不出来了，就更无聊了，变成纯蒙眼摸墙壁坐牢模拟器，也不知道这么多个天花板是咋来的，地板砖还差不多。可怜鲁过第一次玩密室就踩雷坐牢，大部分时间要么是在房间里面等人回来干着急，要么是在小黑屋里面等人来救。不过后面我又去深圳玩了个 RPG 阵营对抗类了，那个好玩，也算是弥补了我受伤的心灵。那么大伙如果对这个系列感兴趣，可以去看看之前的吐槽奇人奇事视频。那么我想这本期视频小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我还持续跟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这样吧，我是令狐，我们下期见。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玩密室逃脱。那么今天呢，我不是来讲我玩密室以前或者现在遇到的奇葩队友，今天咱们换换，咱们来讲在1年前遇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密室主题。然后你的小零食，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始讲我玩密室逃脱，结果在里面被折磨了1个小时的故事。故事是发生在上一年的暑假那会儿吧，因为当时只穿了一件白色短袖。为什么记自己衣服记那么清楚呢？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当时我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密室的，本来是拼了一个当地评价还不错的密室主题，但运气不好没拼成，人不够，也没有野人愿意拼团，搞得我们只好换一个密室主题拼人。由于是临时定的密室，所以立场就换了，我们是野人拼进了别人队伍里面，加上我们2个合起来一共4个人。到了店里，果不其然，经典队友先给我迟到个10分钟先。不过这期不是讲奇葩队友，他们只是迟到了，其他时间还是非常正常的。他们2个是一对男女，不知道是不是情侣啊。就这样，我们戴上眼罩，排队进入了密室。我们这次玩的密室是微恐，有 NPC， 有单独任务的主题。背景故事好像讲的是我们是什么道士来的，然后我们好像是听闻有什么宝藏，但是那个宝藏在阴间，所以我们要先启动什么法阵去阴间寻宝。OK， 听完背景故事，摘下眼罩，我们开始解谜了。一开始还挺哈人的，我们被分成2队，在2个房间里，我们需要看自己房间的线索，再和另一个房间的人说，然后互相用对方房间的线索解开自己房间的谜题。那一开始就给我感觉已经进入了阴间了，2个房间一盏灯，哪里看不见了就要拿那个灯递给另
另一个房间的人，他们去看线索，我们这边就直接全黑了，啥也看不见。他们看完线索把灯递过来，他们那边就全黑了，啥也看不见。所以这一开始就卡了大半天，终于把谜题解完了，门就打开互通了。然后灯这个时候也开了，他们那边的房间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谜题，是要把什么朱雀玄武的神兽旗帜位置放对。我们一放完，背景就有个人说话，说什么我们已经踏入了去阴间的路，必须有个人开这个法阵召唤阴间引路人，其他人需要去另一个房间关门，然后那一个人必须坐在阵法上摇铃铛，因为这个阵法不仅会召唤引路人，还有可能会召唤什么阴间怪物这样。如果你不摇铃铛，可能会被阴间怪物抓走。然后我胆子比较大，所以就坐在那个法阵上，其他人门一关就跟他看戏了。然后我就开始摇铃铛，一个逼穿着耐克、戴着黑袍、拿着锁链的人就开始在我旁边疯狂转悠，没事还叫两下。不过由于他刚刚进来的时候那个灯还没关呢，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从哪个机关门那跟爬狗洞一样爬进来，还能很清楚的看到他那运动鞋，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带入进去，就没怎么害怕。完事了，法阵成功了，他又钻回那个洞了。刚刚钻回去没几秒，一个人就从旁边开门说：“我是阴间引路人，你们想去阴间干嘛？”当时我就想说，你不是刚刚那个进来吓我的怪物吗？怎么锁链一扔就怕要变成阴间引路人了？不说换个人吧，至少换个袍子和假发吧，真麻了。但是拼场那个男的突然说：“你不是刚刚那个怪物吗？怎么又变引路人了 ？”OK， 这人居然真的讲出来了。我还在想 NPC 会怎么回应，比如说大喊一声“有眼无珠”，我堂堂引路人就要被你说成那个怪物，你也别去阴间了。或者什么，你应该是看错了，毕竟我们都来自阴间，长得都差不多啥的。结果没有，那 NPC 很详细的没有理他，继续问我们找他干嘛。然后我们讲一下来龙去脉，就进入了阴间。阴间比我想象中的亮不少，基本可以说就是古代的客栈的感觉。然后引路人跟我们说，他知道宝藏的线索，说阴间有4个鬼王，那4个鬼王里其中一位知道宝藏在哪，也知道怎么开启这个宝藏。我们要先去拜访第一个鬼王赌王。那拜访赌王呢，需要开他家的门，但他家门的春联少了几个字，那这里自然是叫我们去周围找这个字的机关木块，然后安上去，对吧？但问题是春联少了6个字，我们只在附近找到了4个字的木块，所以我们就卡住了，只能在附近一直找字。问旁边的引路人这个字在哪，他就是那句你再多找找就说不定找到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屁大点的地方走来走去，找了10分钟没找到。这个时候呢，那个引路人突然发话说：“你们这样是找不到的。”然后从他的口袋掏出了那2个字的木块，我当时真想给他2耳屎，他喵的你有你不说，就跟他坐着看着我们找了10几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来恶心我们一手是吧？但毕竟人家是引路人，故事中我们还有求于他呢，所以被他耍一下也挺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伸手要拿那2个字嘛，结果呢，他不给，说阴间的东西都不是免费的，你要买。他喵的，合着这玩意是商品啊？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摆出来让我们知道，然后让我们买呢？行，买就买，但问题是怎么买呢？我们总不可能现在去密室外面拿手机，然后给他微信支付吧？哦，引路人说了，那没钱的话可以表演个什么才艺噻？我心情好了就给你钱。行，当即我就说，我表演个俯卧撑行不行？引路人说可以，但至少要做20个，没问题。我做完20个，他就给我5块钱那个道具铜币。那这2个字幕快要20块钱，所以就叫我们每个人都表演一个才艺才可以买，没问题。那和我们拼的路人呢，马上做了20个俯卧撑，我朋友深蹲20个，路人女呢也是深蹲20个，咱们就买到了这2个字幕块，加上我们之前收集的字幕块，根据春节上下联的关系拼上去，解开了谜题，门开了，门刚刚开就放起了那个 BGM。你懂吧？就那个 BGM， 赌完就戴着这个墨镜进来了。那一上来呢，他是经典问我们来干嘛，我们再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他就说我这边没有宝藏的线索，但是另一个鬼王有宝藏的线索。不过阴间什么东西都要钱，所以我要50块钱才能告诉你那个鬼王在哪儿。不过不用担心，至少50块钱你们表演才要表演的半死，所以有个捷径，就是你跟他赌骰子大小赢钱。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输钱怎么办？但没办法，这的确是个快速拿到50块钱的捷径，所以我们就做了20个俯卧撑，拿了5块钱的本钱去赌大小。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 buff， 就是如果我玩这种牌啊，什么赌大小啊，什么炸金花呀，我前3局一定运气巨好，通常前3局都会连赢。所以我很自信的上去跟他赌大小，一上来我赌大就赢了5块钱，10块钱的时候我又全压赌大又赢了10块钱，然后20块钱的时候全压再赌大又赢了，拿到了40块钱。然后这里我收手了，我知道我运气肯定已经用完了，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做俯卧撑。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模构拳太简单了，所以想看我们模仿墙上的画。那墙上的画都是啥呢？你觉得他喵的青楼墙上的画还能是什么风景图吗？没错，青楼王让我们模仿各种姿势啥的。哎呦我去，太他喵的猪逼了这密室。那反正那路人是情侣嘛，好像他们两个人就不是很在意，就开始模仿动作了。然后青楼王就在旁边笑嘻嘻的拍手称赞。完事了，青楼王看爽了，就开了门，我们去找下一个鬼玩了。那下一个鬼王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可能是 NPC 不够吧。下一个鬼王是个背景音，反正他是肚子饿了想吃包子，可能是什么20大王吧。那问题是这个包子不是普通的包子，背景音要我们牺牲一个人去做成包子给他吃。OK， 路人男因为很胖，所以我们以他肉多为由投票让他进蒸炉了。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蒸炉，他走进去里面响了各种什么机械声，然后蒸炉再打开的时候就剩一盘包子和我的衣服了。没错，这个地方把衣服还回来了。那人路人男去哪里了呢？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哦。我们拿着包子去找鬼王，把包子放在饭桌上。那鬼王就开心的说什么：“我接下来会找另一个鬼王一起过来吃饭。那个鬼王是什么酒鬼王，喜欢喝酒，所以叫我们去买酒。”那你猜对了，他喵的门口引路人手上就有酒，但是这个酒很珍贵，需要30块钱。你妈什么狗屁珍贵，就纯想恶心我们一波呗。那因为过去了这么久时间，我力气也恢复了不少，就做了40个俯卧撑。其实我只做了30个，但是我数到了40个。拿着酒之后，把酒放在饭桌上，旁边一个抽屉就打开了。那背景音就说：“我很开心，这保证就送给你们了。不过刚刚你们被做成包子的同伴可不开心，他已经化作冤魂来找你啦，劝你们赶紧躲起来吧。”没错，那路人男掉进蒸炉之后就换了个衣服来抓我们了。那问题是这密室就没有能躲的点，我只好随便找个黑漆漆的角落就蹲着了。其他人也是一样，随便找了一个角落就蹲着了。结果呢，
哎，我居然没有被抓到，我躲在一个角落头，可能是旁边的消防工具打到我了吧，他没有看到，就我没被抓，所以我就拿到了那个宝藏。不过这结局也是烂的没有再烂的，就我打开宝藏那一瞬间，全部的灯都亮了，然后背景好像在讲什么故事，但我根本没听清，因为工作人员已经把门打开说恭喜各位完成通关了，然后讲了一堆有的没的，这期间背景音乐我是一句都没听清。然后呢，宝藏的房间还有个纸条和任务道具我也没看清，反正工作人员就叫我们出来了，就是好烂啊这个主题。我在外面跟工作人员讲这件事情，就是赌完不烂过关，说要赌爽了，但是工作人员接口是，实际上你那个地方可以无视鬼王讲的话，直接给他钱让鬼王开门，一听就是马后炮狡辩了。然后我也懒得听复盘了，这么简单的故事也没什么好复盘的，就直接走了。最好笑的是，这个密室主题还敢写个爆笑解压，你这个爆笑解压是说给 NPC 听的是吧？人家在里面当 NPC 纯纯的爆笑解压，你继续就是花钱受罪。我在里面跟个逼乞丐一样，跟他卖艺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解压的，反正就是一个很烂的主题，属实是踩雷了，狠狠的踩雷了。我不知道是 NPC 的问题还是主题设定的问题，因为就算赌完不拦我们，引路人不恶心我们，这个主题整场玩下去你需要120块钱，我操！我这是队友还是挺给力的，你想象一下你的队友如果都不给力怎么办？那你一个人是不是俯卧撑要给你做到手断掉，深蹲蹲的腿都麻了，唱歌唱到嗓子都冒烟了，身上的衣服什么的都要卖到只剩个内裤了是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主题是真的设计的不好，那 NPC 就更别说了，现实生活不如意，密室里面当大王。对，这就是我在1年前遇到超级烂密室主题的故事啊！如果大家想看我讲更多我遇到这种烂密室主题或者奇葩队友的故事，可以给个3连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的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05，我们下期见。